魔镜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这是幻想中的我，也是网恋对象眼中的我。4年前我在网上聊了一个男友，是个留子叫陈玉，学历高，人长得帅，关键是……宝宝，我图的从来不是你的身子，是你的内在美。你放心，无论你是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宝宝，你的钱还够吗？我再转你5000。他家境一般，在外面省吃俭用，我前前后后给他转了不少钱。等毕业回来就和你订婚。等他回国订婚，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扑进他怀里。我信了。为了和陈玉订婚，我一定要努力。疼也得忍着，一定要漂漂亮亮去见他。我进行了魔鬼减肥，从200斤瘦到了90，成了走在路上回头率100%的顶美。然而就在见面前一天，我在网上刷到了一条帖子。本人要跟地产千金订婚了，现找个人把网恋女友转让出去。聊到谈婚论嫁这一步了，明天奔现就能结婚，不看脸，不图钱，会提供情绪价值，省吃俭用给报金币。你说东，他绝对不敢往西。有这等好事你会发出来？长什么样啊？能现场验货不？验过了，有次他拍照片，玻璃反光被我发现了，一头大肥猪，目测少说200斤。不过他家里好像很穷，住在深山老林里，打语音全是鸡鸭的声音。反正我就是无聊找个消遣，又是个恋爱脑，钱都给我花。这么坑谁愿意接盘啊？发给你仇人得了。好主意，我那送外卖的穷酸室友正好绝配。奔现地点就选你订婚宴上。宝宝，今晚世纪酒店水晶厅见，回国后加我国内的微信。哼，那个帖子果然是他发的，现在连借口都提前找好了。此时我的微信号已经躺在他的黑名单里了。帖子里说的不假，以前我确实又胖又丑，但是有一点陈玉没搞清楚，我可不是什么贫困户，是海市第一家族温家的独生女温情。青青小姐，外界听说您从山庄里搬了出来，这是近几天送来的请柬。赵家百岁宴，孙家70大寿，都想让您赏光，借着机会拉近和温家的关系呢。您在庄园里住的久了不认识，这是林家，温家的一个小旁支，没什么实力，最近招了上门女婿摆宴，这种小门小户就是想趁机攀附巴结。我派人送点贺礼打发了就行。不，备车。这个订婚宴我亲自去。你们也是为了温家的千金来的？当然了，那可是1顶1的豪门，必须趁此机会认识一下。你们说的这位温小姐是什么来头啊？怎么以前从来没听过？回国前我不是滔滔收集了所有未婚白夫人的信息吗？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一个？这位大小姐在山庄里住了好几年，一直不对外露面，现在准备出来继承温家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温家，我们这种阶级的人，平日里想见一面都难。你们真是烧了高香了，居然请得动温千金。不是我说，哥们儿，这温千金该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吧？你们瞎说什么呢？我跟人家都没见过。别谦虚了，谁不知道你陈玉人长得帅，还是海归高材生，在外留学4年，网恋对象砸锅卖铁也要给你花钱。我看今天这温千金8成就是来截胡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网恋对象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今天不会跑过来闹吧？闹，他也配？别忘了，他就是个又穷又丑的肥猪，说不定进城的车票都买不起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可怜我们家陈玉被他纠缠了4年。唉，怪我年轻时候不懂事，随便找个人聊聊，谁知道他当真了，还巴巴的等着我娶她呢。要不是看他还算听话，又肯给我花钱，我早就拉黑了。好在他蠢得要命，我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打发给别人了。要是他今天真来了，你还看得上他吗？他就算飞上了天，给你提鞋都不。温家温清小姐到。这是温家千金，也太美了吧，简直不可方物。虽然只穿了普通款式的礼裙，但是甩了在场所有精心打扮、浓妆艳抹的10条街啊！
温小姐，久仰。今天是我和陈玉的订婚宴。温小姐，你好，我是陈玉，之前在海外留学，最近刚回国，早就听说过温家有位神秘的大小姐，今天总算是见到了。刚刚她还在网上把我当垃圾转让，现在倒装的人模狗样，上赶着来巴结。温小姐，相逢便是有缘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留个联系方式吧。以后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，多个朋友总是好的。陈玉是想攀高枝疯了吧？居然直接要温千金的电话，也不看看他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温家搭线？就是，他不是已经跟了林薇吗？现在这是准备换人了。我比谁都清楚，陈玉是什么德行。当初他为了林薇抛弃我，现在也一样能为了更有价值的温家千金抛弃林家。加微信。对，温小姐方便的话，152645143。这温家千金居然同意了！行啊，兄弟，我就说保不齐这温千金是冲着你来的，还真让我给说对了。哪天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啊！温小姐，怎么搜不到啊？你是不是设置了什么？能不能让我再加一次？别试了，我在你的黑名单里躺着呢。几天前你亲手把我拉黑的，这就忘了？你怎么可能？你是我那个肥猪网恋女友小草青青？温千金，你可别开玩笑了，谁不知道你是公认的大美女？那个小草青青长得一脸丑，像是个200斤的大胖子，怎么能跟你相提并论呢？哎呀，陈玉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连这个都搞不明白，这显然就是温千金给你的考验啊！考验？对啊，这肯定是温千金故意换了微信名字和头像。堂堂温家考察未来的女婿，必然是无比严格的。所以温千金查了你的过去，知道你还有一个网恋女友，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跟她断干净了，再决定要不要让你进温家的门。原来是这样。温小姐，我知道你介意我的过去，所以伪装成他，在试探我对小草青青的感情。你放心，我对你的心意是忠贞无二的。陈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最爱的人是我吗？温小姐，我跟那个小草青青根本不算什么，她就是个200斤的大肥猪，长得丑，身材差，家里还穷得要命。我在国外一个人无聊，才拿她当消遣。我这4年根本就没爱过她。但你不一样，温小姐，我对你是一见钟情。真恶心！4年朝夕陪伴，在他嘴里居然这么廉价，从头到尾他根本没当回事。你不是说跟他什么都不算？对，当然不算。那你敢不敢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当场打个电话？当然敢，我跟他本来就断干净了，没什么不能证明的。看见了吧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。现在总算相信了吧？你真的是小草青青？这个胎记像玫瑰一样长在你身上，真好看。这4年，你失眠的时候是我陪你通宵聊天，你情绪差的时候是我一遍遍哄你。你说国外的中餐难吃，是我熬夜给你找材料学着做，再想办法给你远洋寄过去。你说一个人在国外孤单，是我陪了你日日夜夜。可是语音的时候，明明你那里全都是牛马没鸭的声音，你住在山里根本没有钱，怎么会？抱歉，陈先生，您出生在小门小户，可能没见过世面。小姐喜欢小动物，在家里养了不少小鸡、小鸭、猫、袄、拿羊，所以才会有那些声音。至于你口中的穷山沟沟，那是温家的私人山庄，地皮价值10位数。10位数？他把温家大小姐当成山沟沟里的穷丫头，这下真是瞎了眼了。青青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刚才那些话都不是真心的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林薇逼我的。陈玉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自己忘恩负义劈腿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青青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最念旧了，我跟他订婚只是权宜之计，从头到尾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。陈玉，你可真会演，真不要脸啊！刚才是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小草青青是200斤的肥猪，说她穷，说她上不了台面？现在知道她是温家的千金，就立刻改口说爱她，你还真是个墙头草啊！你闭嘴！
要不是你一直逼我，我会说出那些话吗？还有啊，你现在出来装什么好人？刚才你扁被小草亲亲的时候，不也挺起劲的吗？现在装什么无辜？我逼你，当初是谁主动找到我说自己早就受够了那个网恋胖子？又是谁哭着求我说愿意入赘林家，只求我爸给你铺路？你口口声声说爱，结果现在看到温家倩更有钱更有势，转头就想把我一脚踹了。凤凰男一个，你现在装什么神情？想攀温家的高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利益捆绑起来的关系，一旦碰上更大的利益，烂得比什么都快。刚才还你侬我侬，现在倒好，撕得一个比一个难看。陈玉，青青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跟他就是逢场作戏，我真正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这4年，你陪我熬过最难的时候，你最懂我，我也最依赖你。我承认我糊涂了一下，可我心里的人一直没变过。青青，我们认识4年，不是4天，你总不能真一点都不念旧吧？有啊。青青，我就知道。但这点感情，在你转让女友找接盘行的那一刻，早就没了。不是，青青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把谈婚论嫁的女友挂到网上明码标价？还是解释你怎么拿我最狼狈的时候，当成你交换利益的筹码？我那是闹着玩的。把人挂网上找接盘蛇，也能叫闹着玩？你闭嘴！你就当没看见，好不好？我现在马上删掉。我现在就删，我当着你的面删。早干嘛去？现在知道怕了？你看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……奔现，网恋对象不是陈玉吗？沈清哟，这不是你刚才说那个送外卖的穷酸室友吗？来得倒挺巧，可惜这场戏还没唱完。青青，你别嫁他！早知道就不找这个穷酸货接盘了，他偏偏这个时候来坏我的好事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怎么，刚刚不是还挺会算计的吗？这会儿算差了。别慌，说不定就是加个好友，人还没到呢。闭嘴！长得倒是周正，穿的破旧了点，但眼神不躲不闪，一身正气，至少比眼前那个人像个人。他真回了，还是未婚妻。今天这戏是一层套一层。青青，青青，我知道你生气委屈，可你也不能自毁前程啊。我之前一时糊涂找人接盘，我承认错了。但是你看看那个人是什么货色，不过是个家里既没钱又没权的外卖员，连我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再怎么样，也比你这种只图利益的人强得多。青青，你别赌气。我赌什么气？我只是怕你一时冲动，真被这种人给骗了。骗？一个被你拿来接盘的人，在你嘴里倒成了骗子，那你算什么？这话问得好，他算什么？他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不信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他有多狼狈，有多丢人。陈宇，你别冲动，今天这场面已经够乱了。少废话！你还真是死性不改，人都跪成那样了，还想着踩别人抬自己。你不是也想看吗？他这是要当场验货。看样子今晚这戏还没完。他不是想认错，他只是输急了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还想把别人踩下去垫脚。你不是觉得他比我强吗？行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，你看上的到底是什么货色。100瓶？他疯了吧？这谁送的过来？进口红酒，整整100瓶。陈玉，你有病是吧？我是在替你试验人，站在你身边，至少得有点本事吧？你也配替我示人？青青，我是在帮你，你现在气头上，看不清这种人的真面目，
我总得替你把把关。刚才还跪着求原谅，现在倒成把关的了。陈玉，你这脸皮真是见一次长一次。其实也不是没道理，毕竟这种底层人，说不定就是冲着温家来的。一个送外卖的，确实太悬殊了。可这也太为难人了吧？喂，老同学，我下了个大单子，配送费整整100块呢，够买你1天的时间了吧？赶紧抢吧，可别说我没照顾你生意。照顾生意，他最会的就是把羞辱说成施舍。不过这钱也不是这么好挣的，10分钟送过来，1瓶都不能少，1瓶都不能碎。10分钟？这根本不可能吧？但凡有一点做不到，你就得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，把碎瓶子给吞了。陈玉，你有病是吧？我是在替你试验人，站在你身边至少得有点本事吧？你所谓的本事，就是当众羞辱别人。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证明给你看啊！等着我。装的倒挺像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万一人家真来了呢？来了又怎样？100瓶酒10分钟，他拿命送都送不到。已经过了1分钟，真要是能送来，那可就神了。送不来更好看，今晚这戏值回票价。青青，你看着吧，底层人就是底层人，给他100次机会也登不上台面。他真送到了100瓶10分钟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他居然真的做到了。做到又怎么样？我得检查一下，谁知道你有没有给我磕坏了？这瓶红酒，用你的命来都赔不起。让我看看，他故意的吧？这也太明显了。碎了1瓶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跪下吞玻璃赔罪。陈玉，这些酒是你自己摔的，凭什么算他头上？怎么，这就心疼了？我只是不想看见有人又蠢又坏，还非要装得像个人。他自己没长嘴吗？非得躲你后面？大家看看，堂堂一个男的，居然要靠女人给自己撑腰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种人就是吃软饭的，没本事没骨气，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。没事的，我自己解决就好。这酒是他自己摔的，你不用理他这套。怎么，装什么高风亮节？我说了，碎了就得跪下吞。等一下，这是沈家的东西。什么沈家不沈家的？一个送外卖的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哼，20年前沈家走失了一个小少爷，身上带的就是沈家嫡系独子的专属信物，全世界就这一件，不可能有第二个。你难道是沈家流落在外的血脉吗？我马上通知老爷过来。沈金，沈家是那个叱咤商场几10年后来退隐的沈家，那可是1等1富贵人家，占据海城半壁江山。后来听说小少爷走丢了，就沉寂收手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就他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会是沈家的人？这东西要么是偷的，要么就是仿的。我看你就是想装豪门想疯了。等沈家的人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沈老爷子，你可算来了！这里有个骗子偷了你家小少爷的东西，在宴会上招摇撞骗，他还想骗温家的千金。我刚才一直帮你拦着他，还替你教训了他一顿。孩子，把头抬起来，让我看看。是你，真的是你，我的孙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真的是沈家小少爷！天啊，
那他刚才一直被陈玉欺负。陈玉完蛋了，沈家可不是吃素的。这些年是爷爷对不起你，跟我回家吧，以后沈家所有的财产都由你来继承。我可以认祖归宗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我还有事没处理完。沈少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看不起没背景的人。把今天的监控都调出来。沈少，青青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一时糊涂。你不是糊涂，你是从头烂到尾。温小姐，刚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我也是被陈玉骗了，才会对你有偏见。误会？刚才骂我是肥猪乡巴佬的时候，你不是挺顺口吗？你们两个，一个嫌贫爱富，一个仗势欺人，挺配的。都是他先挑拨我的。青青，你相信我，要不是他威胁我，我绝不会那样对你。你还敢甩锅给我？吵得烦吗？有点。都扔出去。青青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们在一起4年，4年喂狗都比喂你值。青青，我不会放弃的，你迟早会原谅我。温小姐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改日我会亲自登门向温家赔礼。沈老言重了。你不肯现在回家，爷爷不逼你，但沈家大门一直为你开着。知道了。温小姐，久仰久仰。沈少，恭喜回家。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啊！是啊。他累了。谢谢。谢什么？替我挡人。顺手。怎么了？垃圾还在叫。那就让他连叫的机会都没有。回来了。今晚在世纪酒店出了点事，他在宴会上已经疯了，后面还拿陌生号码继续给我发消息。这种东西也敢把主意打到你头上？查他。是，先生。还有他之前收过我的钱，能查多少查多少。既然要查，就查干净。今晚受委屈了。委屈过了，现在只想算账。那就算。小姐，都查到了。陈玉在国外这几年，学费、房租、生活费很多都靠您以前转的钱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以投资、急用、交学费为由，从您这里拿走了不少。原来我以为的资助、心疼，落到他那里，全成了理所当然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件事，他回国后投了几家公司，现在正准备入职一家大厂，林家也帮他打了不少招呼。先别动林家。小姐的意思是？陈玉这种人，最怕的不是没钱，是没脸。他不是最爱体面吗？那我就先扒了他的皮。明白。就差一点，明明就差一点，我就能攀上温家。如果昨晚温清没来，如果那个送外卖的没出现，谁？我。兄弟，现在圈子里都传开了，说你为了攀高台，把网恋4年的女友挂网上找接盘羊，还得罪了温家和沈家。闭嘴！我知道。你知道归知道，可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。昨晚在场的人那么多，谁都压不住。你这事儿已经不是私底下丢脸，是整个圈子都在看笑话。说重点，最麻烦的是，林薇那边已经翻脸了。林家说订婚暂缓，暂缓，他们敢？怎么不敢？
你昨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甩了林薇去攀温家，林家不要脸的吗？不行，温家已经没戏了，林家不能再断。接啊，林薇，你以为你给我接啊？他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先别急，说不定林家现在也在气头上。不急，你让我怎么不急？温家那边我已经得罪死了，沈家那边更不用说。要是林家也断了，我拿什么翻身？先稳住他，只要林家还在，我就还有路。怎么了？撤了？他们怎么敢？昨晚那事闹成这样，消息传得快，说不定公司那边也……闭嘴！完了。这不就是昨天订婚宴那个？我在现场是真的，男的巨恶心，嫌人家胖，嫌人家穷，结果人家是温家千金，凤凰男天花板了，属于是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温清，我和他之间有误会。小姐说了，闲杂人等一律不见。我是她前男友。哦，就是那个被挂网上的渣男。青青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谁准你堵我家门口？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，我们4年的感情，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怎么，林家不要你了，工作也黄了，现在想起我了？把人轰走。是。温清，你这样对我一定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事，就是以前演苏看上你。陈玉今天又来了2次，都被拦在门外。林家那边也递了帖子，想来晚宴赔罪。让他们来。小姐，林家昨晚可是……我知道。既然他们想来，那就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脸丢干净。青青，这种场合你要是不想去，我可以替你挡。爸，我以前躲了太久，现在该让他们看看温家的女儿不是拿来踩的。小姐，宾客都到齐了。温小姐来了，果然是温家大小姐，气场都不一样。昨晚订婚宴那事儿，今天怕是有好戏看了。这是我女儿温清，以后温家的事她说了算。温小姐，久仰。以后还请温小姐多关照。温总真是后继有人。果然跟沈静说的一样，他们不是单纯来赔罪的。温总，温小姐，之前小女不懂事，冲撞了青青，今天特地来赔礼。温小姐，之前是我说错话了，对不起。只是说错话？青青，这件事怪我，微微她只是被我带偏了，你别为难她。她这是要干什么？装深情，还是想翻盘？陈玉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到了现在，还想着演。青青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不管你怎么误会，我都认。只要你消气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误会？那篇帖子是我不对，我当时气糊涂了。这4年，我对你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不然我怎么会一直陪着你？陪着我？你拿着我的钱，吊着我的感情，还要我谢谢你？说白了，不就是吃软饭？吃着人家的，还嫌着人家的。我承认我虚荣，做错了选择，可人都会犯错。你以前那么爱我，真一点机会都不给。陈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只要开口，我现在就告诉所有人，我爱的人是你。你爱我？那你为什么在帖子里说我是200斤肥猪，是你无聊时的消遣？你为什么收着我的钱，又去求林家给你铺路？
为什么一边哄我等你娶我，一边和林薇订婚？我那时候林薇算什么？要不是看他家有点用，我根本懒得搭理。等我攀上更高的，我第一个甩了他。这也太不要脸了，把两边都当跳板，还敢装深情？薇薇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是我喝多了。闭嘴！你说我是跳板，说温清是长期饭票，说谁有用就娶谁，现在还演什么？林家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你这种白眼狼。从今天起，你和林家再没关系。青青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你以前为了我付出那么多，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。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以前我付出不是因为你值，是因为我蠢。现在我清醒了，所以你在我眼里连垃圾都算不上，至少垃圾还能分类回收，你不行。沈家来人了。不是让你别穿露肩那件，外面降温，别着凉。沈少亲自来送披肩，这意思还不明显？温家和沈家这是要走近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。海市这么大，这路过可真巧。还没处理完。沈少，这是我和青青之间的事，他让你这么叫了。沈少既然来了，大家就一起坐下吧。好。温家和沈家这关系怕是要变了。今晚来得值了。你不是一直说对我至少有几分真心吗？对，青青，我承认我错了，但我对你绝对不是全假。都这时候了，还演呢？这4年，我陪你聊到天亮，我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最难的时候，是我陪着你，你不能把一切都抹掉吧？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在我给你转钱的当天，你把我备注改成了提款机？什么？提款机？收着人家的钱还这么备注？这也太恶心了。原来不止我是跳板，他是提款机。陈玉，你还真会分门别类。不是，这个截图不是你的。那要不要我把原始记录也放出来？我以前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收到钱第一反应不是关心我，而是问我下个月还能不能继续转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因为在你眼里，我从来不是女朋友，只是一个听话、好骗，还愿意掏钱的提款机。这也太恶心了！把人当提款机还装深情，我还以为你只是想吃软饭，没想到你吃的这么熟练。够了，温清，你非要把我逼死是不是？这就叫逼你了。你把我挂上网让别人来接盘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会不会被你逼死？你说我又胖又丑，穷得住山沟，可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样不是我给的？你一边嫌弃我，一边花我的钱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哦，我忘了，你没有。温清，你装什么清高？要不是你故意瞒着身份，我会这样？你明明是温家千金，却装成山里穷丫头跟我谈恋爱，不就是在试探我？如果你早点说，我怎么可能不演得更卖力一点？我没拿身份骗你，是你自己先把人分成3、6、9等。你以为我穷就能羞辱，以为林家有用就能攀附，以为温家更高就想回头。问题根本不是隐瞒身份，是他势力。要是真喜欢，谁会在乎有没有钱？那你以前胖成什么样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敢说你没哭着求我陪你？我胖过、病过、难看过，都是真的。可这不是你骗钱、羞辱、背叛的理由。人会低谷，会狼狈，
不丢人，拿别人的脆弱当筹码才最下贱。他走出来了，你烂透了。第3份资料放。这不是恋爱，这是诈骗吧？嘴上宝宝背后抱金币，真够恶心的。不是这样的。那是哪样？你解释。把所有原始证据备份交给律师。是。你欠我的每一笔，我都会追回来。你们真以为他是什么完美千金？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后事，我全知道。他以前不只是胖，他生病吃药、情绪失控，最难看的样子我都见过。躲在山庄不敢见人，天天哭着求我别离开。把他拖出去。等等，继续说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现在装的再高贵，骨子里也不过是个自卑到不敢见人的可怜嘴。说完了。你不怕？我为什么要怕？我吃药发胖是真的，生病休养是真的，低谷时依赖错人也是真的，可那是我在努力活下来，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我曾经狼狈，但我走出来了。真正可耻的是你把一个生病的人当笑话，拿他最差的时候勒索他一辈子。他的过去不由你定义。小姐，网上出事了。装穷4年，就为了钓一个普通人，写的跟真的一样。这转的也太快了，前脚还在骂他，后脚舆论就反过来了。豪门真会玩。如果这是真的，男的也太惨了，有钱就能把黑说成白。看见没有，不是只有你们会说谎。温小姐，这种舆论得尽快压下去，这种帖子传得快，越拖越难看。我在公关上有些人脉，现在动手还得起。不压。不压？你想顺着来？他既然要演受害者，那就让所有人看清楚他到底有多无辜。林伯伯这么急着压帖，是怕我查，还是怕我查到什么？温小姐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只是不想看温家被泼脏水。那正好，这篇文不像陈玉一个人能写出来的。查源头。查到了，发文的是营销号，背后有打款账户。谁？林氏公关，那不是林家的，这不可能！爸，是你！我只是让人降热度，怎么会降热度？把脏水往我头上泼叫降热度？所以你让我今天来赔罪，也是假的？我不这么做，难道眼睁睁看着林家陪你一起玩？好，既然林家也下场了，那就一起算。通知法务，查林家和温家的所有往来项目，全部暂停。温总，不至于。不至于？你买水军泼我女儿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不至于？小姐，陈玉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人刚刚还在厅外被保镖看着，现在监控里找不到了。他不会跑远。这种时候他消失，只会去做一件事：狗急跳墙。已经加派了人手，前后门和监控都盯着，盯紧点儿。一有消息，立刻报。他找你了。偷拍视频？多半是。以前最差的时候，我太信他了。我立刻让人删。消不干净。他既然敢发预告，就一定留了备份。那就别让他先发。什么意思？你先说，主动把过去讲出来，让他手里的东西失去威胁的价值。没必要把自己伤疤揭开。有必要。他拿这个掐了我一次，就会想掐第2次、第3次。这次我自己撕开。青青，你真的想好了？这一次我要把属于我的主动权拿回来。我承认自己曾因吃药发胖，在山庄休养多年，
承认那时自卑敏感，承认网恋时真心爱过，也承认自己在最脆弱的时候说过许多卑微的话，可那不是罪，更不是任何人拿来羞辱和威胁我的理由。你那不是贝贝，一个生病的人抓住唯一以为可靠的人是求生，不是丢脸。我曾经胖过、病过、狼狈过，也曾经愚蠢地把真心交给错误的人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躲，也不会再让任何人用过去勒索我。小姐，陈玉提前发了。你别不理我，我会改，我都会改。算了，等等，他都自己承认了，这视频还有什么杀伤力？生病发胖又怎么了？他最差的时候信错了人。你别走，我只有你了。够了，这些不是他的筹码，是他犯法的证据。报警，已经让律师准备了。偷拍视频、传播隐私、威胁敲诈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文清，现在你还装得下去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我工作没了，婚事没了，名声也没了，凭什么？你现在倒想装得云淡风轻？那是你自找的。我不好过。你不是最在意体面吗？等所有人都看到你以前那副样子，我看你还怎么当高高在上的温家大小姐。你发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继续发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怕了。你装什么？那些视频放出去，别人只会觉得你可怜、可笑、掉价。那也比你可悲。至少我只是信错了人，你是烂透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我手里还有最后一段。什么？文清，我就算毁不了你，也要让你一辈子记住我。立刻找人，我去。今晚别单独待着。陈玉是真的疯了。转发还在涨，不过风向已经稳了。偷拍视频威胁前任，太恶心了。他都主动承认过去了，他想靠这个毁人，这已经不是渣，是犯法。看样子你赌对了。还没完，陈玉说的最后一段一定比前面更狠。那么绝望，那么难看。够了，这就是他最后想用来定死我的东西。那就让它变成定死他的东西。你觉得我该发？你不是要赢吗？那就彻底一点。发，是，这些话都是我说的。那时我在生病，也确实把不该信的人当成了救命绳。可这不是他能偷拍视频、私存记录、反复勒索我的理由。他真的很勇，敢把最难看的过去自己摊开，已经赢了。一个病人说出这种话，不该成为他一辈子的羞耻。调查，这是涉嫌传播隐私影像，敲诈是威胁，敲诈。这一局你赢了。温小姐，人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城郊一处出租屋，警方已经控制。他还留了一句话，说想见你最后一面。不见。他说如果您不去，他就把所有原始文件同时发给媒体。地址给我。青青，爸，这次我得亲自结束。你还是来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快点。文清，我有时候真的分不清，我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你。现在说这个有意义吗？有。如果一开始我知道你是温家千金，我一定不会那样对你。原来到了现在，他后悔的依然不是伤害我，只是后悔看走了眼。谢谢你。什么？谢谢你让我彻底明白，我当初爱上的从来就不是人，是垃圾外面那层皮。你非要说的这么绝？是因为4年真心换来的是你把我当提款机、当笑话、当筹码。你不配再提感情。那些原件我都交出去了，文清，你赢了。不是我赢了，是你终于把自己作死了。他涉嫌的几项罪名已经基本坐实，后续会按流去处理。
还有转账部分，如果走民事追偿，也有很大胜算。麻烦了。青青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只是终于清醒了。生病、发胖、狼狈，不该成为任何人勒索你的理由。我也被前任偷拍视频威胁过，看到他说出来，忽然没那么怕了。低谷时求过助，就被人拿着反复羞辱。原来这不是我的错。这一次站出来，已经不只是为了报复陈玉，也是为了把那个曾经躲在山庄里胖到不敢照镜子的自己真正救出来。追偿清单，律师整理好了。你怎么什么都准备好了？顺手。沈金，谢谢你。这次不是顺手。沈少这话我该怎么接？不用急着接，先跟你说2件事。陈玉那边境外户已经全部冻结，境内名下没房没车，存款加起来不到10万，15天还款期肯定凑齐，强制执行后会列入失信名单，限制高消费。刑事那边证据练齐了，传播隐私、敲诈勒索2项跑不掉，一审大概3年上下。意料之中，他本来就没什么家底，这几年花的全是别人的钱。还有林家，林父请了3拨人传话，想求温家松口，把暂停的合作项目续上，说愿意加倍送礼，只求能放过他们。当初他请人往我身上抹黑，说我欺负别人，怎么没想过放过我？现在知道怕了。我已经替你拒了，沈家那边也掐断了和林家的所有的合作。沈少倒是挺替我做主，顺手。这次也算顺手。小姐，林威在门外说想见你一面，没带别人，就自己一个人。让他进来吧，客厅等我。需要我陪你吗？不用，烂摊子总得自己收拾干净。你先坐，我去就回。温小姐，有事直说。当初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跟着陈宇一起嘲讽你，也不该在宴会上给你难堪，给林家留条路。项目一停，林家资金链就断了，再耗下去，公司就得破产。我爸已经病倒了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当初你爸买营销号写黑稿，把我塑造成仗势欺人的恶女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那是我爸的主意，我事先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晚宴上你站在他身边，没拦着，也没否认，甚至心里说不定还觉得能泼我脏水，是帮了林家大豪。项目我可以不追加追责，之前的违约赔偿按合同如数赔清，温家就不再针对林家，但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林家旁支的身份以后别提，也别再打着温家的旗号在外应酬。第二，公开登道道歉，为之前的造谣抹黑给我一个交代。第三，陈玉那边不许再搭手，不许给他任何帮助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管家会送协议过来，签完你就可以走了。你赢了。我没赢任何人，我只是拿回了我该得的。小姐能来公司，大家当然都欢迎，只是业务上的事琐碎复杂，不如先从行政部门上手，慢慢熟悉。城西商业体的项目前后后拖了2个多月，几拨人都没啃下来，就不劳烦小姐费心了。不用，城西这个项目我接了。下周1下午我出初步方案，过不了评审，我自动退到行政岗。既然小姐有信心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温总、张副总、沈家沈总到了，说对接城西项目的合作细节。沈总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提前说一声，我们也好安排啊。顺路，听说温总监接了城西项目，我过来看看对接人。温总监，下周方案出来，沈家这边优先评审，期待你的成果。那是自然，温总监能力肯定没问题。多谢沈总看重。猜你就没走。沈少怎么也没走，不会又是顺路吧？刚在楼上开完会，看见你灯亮着，不用急着证明什么。张副总他们几个老油条就是习惯给新人下马威，不是针对你。我知道，但我得自己站稳，总不能每次都靠你站台，靠我爸压着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温家的女儿不是只会躲在山庄里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只站台，不改你的方案。你的方案逻辑没问题，只是几个成本节点可以再压一压。我把沈家的供应商渠道发你，你自己选，用不用
随你。谢了。陈玉一审判决下来了，3年2个月，他没上诉，认了。林家也登报道歉了，搬离了原来的别墅区，公司缩了1半规模，彻底翻不了身。挺好，都翻篇了。翻篇了。文总，4年前，那个在山庄里躲着不肯见人的我，如果能看到今天，大概也会觉得这一切像梦。忙完了？差不多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。沈少，你这路过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点儿？那我换个说法，我是来接你的。文清，过去那段烂戏结束了，以后要不要和我试试新的故事？好啊。这一次不是为了抓住谁，是因为我终于先找回了自己，而真正值得的人会在我抬头以后与我并肩。